罗琦并没有告诉我任何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事情，他碰都没碰过你的笔记本。我宁愿相信你上次说的是真的。你们姐弟情深，上次是我诈你，那我凭什么相信你这次说的是真的呢？因为这次我说的是实话。那咱捋一下，上一次你说罗琦告诉的你，这一次你又说此事与罗琦无关，两次必有一次是假的，对吗？首先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是罗琦告诉我的，我只是说是你暗示了我，最多算误导。那你为什么来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。罗琦是无辜的，你不能冤枉他。请你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说我笔记本里有东西，足以证明遗嘱无效？是我推理出来的。骗鬼去了！是真的，因为我太了解你了。上学的时候我就记得，你有一个爱记笔记的习惯。你会记录你跟你当事人的见面，还有谈话重点，而且你会录音。有时候公开录，有时候悄悄的录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毕竟律师输了官司，被当事人索赔倒打一耙的太多了。你录完音会整理录音，把录音重点存在你的笔记本里。而这是你从上学起就建立起来的一个优秀习惯，这么多年你不会轻易丢掉的。好，我承认我有这些习惯。我的问题是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的遗嘱有问题？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我笔记本里有什么东西，这是基于我对你和顾杰的认知。顾杰是一个胆子特别大的人，但你不是，你谨小慎微。所以我想你一定是发现了这个遗嘱有问题。你去建议顾杰跟我们和解，同时提示了孙超越，而提示的方式是电子邮件。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对方会提出司法鉴定。如果司法鉴定的结果不利于我们，法庭判定遗嘱无效，那您就是零继承，这个官司的风险太大了。我会零继承吗？如果遗嘱无效，按照法定继承，您是第二顺序继承人，而蓝红是第一顺序继承人。如果遗嘱无效，或者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您确实是零继承。可浩瀚超越是我跟我哥建立的，我们可以跟蓝红庭外和解。蓝红也输不起，因为他也不敢断定司法鉴定结果就真的不利于我们。万一法庭判定遗嘱有效，那他就是零继承。我们认为他不敢冒这个风险。就算你料事如神，就算你的推理是对的，你都猜对了，那你今天来又把整个过程说一遍，是为什么呀？罗琦很伤心，我就知道，罗琦很伤心。罗宾啊，你这个算盘打得也太好了。现在官司结束了，和解协议也签了，你现在跑过来说服我要接你姐的盘子，对吗？所以你才假惺惺地告诉我这一切跟你姐没有关系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只是不想让你……你让我怎么想？让我承认你有强大的推理能力吗？你所有的证据，其实就是猜，就是诈唬。我有证据，我有录音了。好，我无所谓。我也录了。我就是为了让你说出这一切，我才假装这么说的。现在我有证据了，证明你所有的推理都是猜的，与其说就是诈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有证据，而且是完整的录音，是孙超越亲口承认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指望这个翻盘，完全没可能。我不信。
你永远也搞不清楚该信什么，不该信什么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缺乏判断力。凭什么呀？孙超越凭什么向你承认啊？而且是亲口承认，他跟凭什么？你一样，他觉得我已经有了证据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我推心置腹，将心比心。他是一个生意人，他已经测算过风险和收益的比值，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方案，不是吗？说不过就动手。想赌点什么吗？你说，我赢了，向国旗道歉。可以。你要输了呢？你说，向所有人道歉，书面的。向罗琦道歉。我知道。一想到你呀，白天和黑夜都没留意。